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有沒有吃過全家便利商店有出過的一款貝里斯奶酒冰淇淋呢？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吃？今天我不只要來復刻它，我還要超越它，做得比它更好吃。我不只要用奶酒，我還要用伯爵茶，把它們融合變成一個專屬於大人味的伯爵奶酒冰淇淋。好，那我們二話不多說，帶你來做。前置準備的部分，我們要先把粉類都給襯在一起。包含奶粉、茶粉、砂糖還有海藻糖，全部都襯在一起。接下來是液體的部分，鮮奶跟鮮奶油也要襯在一起，在一個鍋子裡面。還有就是奶酒，我們要單獨的把它襯出來，準備好，千萬不要忘記它哦，它是一個非常靈魂的食材。然後把你家冷氣給打開，溫度盡量調低一點。冰淇淋它能不能做成功，環境的溫度至關重要哦。最後我們準備一個大鋼盆、冰塊還有鹽巴。有了這三樣東西，我們就不需要冰淇淋的機器，就能夠打出非常好吃的冰淇淋。都準備好了之後，我們就開始吧。一開始，先把稱好的粉料用打蛋器攪拌均勻，借由砂糖的顆粒，把茶粉、奶粉這種很容易結塊的粉類都給隔絕開來。這樣子，等一下在下鍋煮的時候，就比較不容易會結塊哦。接下來，瓦斯爐開中火，我們要來熬煮鮮奶跟鮮奶油。期間稍微攪拌一下，讓受熱的程度比較均勻。當溫度煮到50度的時候，我們轉小火，先加入一半的粉料，把它攪拌均勻。都拌勻之後，我們再加入剩下來的粉料，利用小火的溫熱，可以把粉料都給沖泡開來。煮到很均勻，沒有粉顆粒結塊的時候，我們就把小火轉成中火，要來去熬煮它。我們的目標溫度是要煮到超過80度，一方面是為了要把伯爵茶粉的香氣給釋放出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是為了要殺菌。畢竟我們的冰淇淋不會再經過烤箱的高溫烘烤，所以我們要煮超過80度，殺菌完之後吃起來也會比較安心。溫度都到達之後，我們就可以離火嘍。我們把伯爵茶奶液倒入到一個鋼杯中，接着我們要準備來均質。均質的目的是讓粉料跟液體這些食材能夠好好的去融合，強迫水分跟油脂能夠完美的結合在一起，這樣子冰淇淋它吃起來就會比較細緻、比較綿密、比較好吃。均質之後，接下來我們要來過篩。熬煮之後的奶液多多少少會帶有點雜質，我們要透過篩網把它們都給通通過濾掉，最後的質地會呈現一個很均勻、徹底融合在一起的一個狀態。接下來我們要來手打冰淇淋嘍。大鋼盆、冰塊還有鹽巴應該都已經準備好了。冰塊跟鹽巴我們要採取交錯倒入的一個方式，就好像是蓋房子一樣，一層冰塊，一層鹽巴，再攪拌一下。然後再倒入一層冰、一層鹽，然後再攪拌一下。這樣做的目的才能讓鹽巴能夠很均勻的去沾裹住每一顆冰塊，這樣子才能夠很強烈的去引發吸熱反應。吸熱反應一旦很激烈，這樣子環境的溫度才會被下降得很快。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這一盆冰鹽水的溫度下降到零下20度，這個溫度才是最適合打冰淇淋的溫度哦。接着，我們在冰塊中騰出一個空間，把剛過篩好還是很熱的伯爵茶奶液整個都給埋進去，盡量讓冰塊確實包住鋼盆的周圍，這樣子導冷的效果才會很好哦，溫度才會下降得很快。熱的奶液，我們就用刮刀邊降溫邊攪拌。當溫度低於到20度的時候，別忘了哦，我們還有一個奶酒要加入。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加入，才不會因為高溫去把酒精的香氣都給揮發掉哦。奶酒經過我們攪拌均勻之後，接下來就是快速降溫。教大家一個小撇步，我們可以把冰淇淋的液體像這樣子往鋼盆的邊緣去推開，因為不鏽鋼的導冷性非常的好，這一層薄薄的奶液接觸到冰冷的鋼盆邊緣的時候，它瞬間就會變得很冰。大概過個1分鐘左右，我們再把這一層冰透的奶液給刮下來，攪拌到中間去。重複這個動作，推開、刮下來這個動作之後，幾次之後，奶液的溫度它就會下降得非常快哦。
當我們看到奶液的溫度來到5度的時候，這個時候它的狀態還是很稀稀的，具有流動的感覺。接着我們繼續降溫，當溫度來到零下2度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冰淇淋的盆底開始結凍了，這個就代表冰淇淋它要開始成型了。當目標的溫度來到零下4度到零下5度的時候，就會出現很明顯的結塊。這個時候我們先暫停一下，準備好你手中的電動攪拌機，我們要準備來打發它。在打發的時候，記得哦，全程都是開慢速攪拌哦。開太高速的話，小心冰淇淋會噴得你滿臉都是哦。攪拌的中途也別忘記用刮刀整理一下邊緣，把底下的結塊刮上來，再攪拌均勻，然後我們再繼續打發。我們打發的目的是為了讓冰淇淋去包覆住空氣，因為有了這些空氣，冰淇淋它吃起來才會多了一個蓬鬆的口感。好，打到最後，質地看上去會是一個很光滑，流動性會變得很低，呈現像這樣子很濃稠的一個狀態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最後，我們要把冰淇淋給裝進到盒子裡面。在裝進盒子之前，要記得把鋼盆底部的鹽水擦乾淨哦，不然這個鹽巴水一旦滴進去，到時候你的冰淇淋就會吃起來，怎麼覺得鹹鹹的這樣子？裝冰淇淋的容器建議是選擇不鏽鋼的保鮮盒，因為它的導冷速度比較快。至於說要冰多久呢？因為每一台家用的冰箱它的冷凍強度都不一樣，這邊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很確切的時間，只能說冰到它完全冰硬為止。通常至少需要冰4到6個小時左右，